莫斯科防空图曝光，克里姆林宫危险了。捷克军援乌克兰，给普京送个大导弹。一夜之间，乌军轰炸俄三大炼油厂，制裁生效，俄罗斯石油丢掉大客户。美国筹集资金为乌克兰购买武器。精彩资讯马上开始。莫斯科的防空图被曝光，克里姆林宫危险了。接下来，俄罗斯将面临乌军无休止的打击。近日，有人把莫斯科的防空图开盒了。开源情报机构 OKOHOR 制作了一份地图，上面清晰标注了俄罗斯在其首都设置的防空阵地。从地图上看，以莫斯科城为中心，密密麻麻有100余个防空阵地。根据该机构介绍，短短2个月，莫斯科50公里半径内就增加了21个防空阵地，其中80%都在莫斯科南部。防谁的不言而喻。地图上的标识显示，莫斯科附近集中了20多套 S-400 远程防空系统，以及更老的 S-300 系统。与此同时，他们还在重点地区部署了大量的铠甲 S-1 近程防空系统。即使是这样，克里姆林宫还是不放心。出现在莫斯科街头的防空机动小组明显增多。社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莫斯科夜晚的路灯下，一辆配备机枪的皮卡，2名俄罗斯士兵就构成了一个防空机动小组。但从此前的消息来看，即使是这样，莫斯科的防空网络也不能完全消除来自乌克兰无人机的威胁。对于普京来说，更可怕的还在后面。乌克兰的军工生产能力正在恢复，基辅生产的无人机不仅能够保证军队供给，11月就要开始出口。未来，乌克兰无人机群出动的规模和频次或许会更大。除此之外，乌克兰自产的导弹产量也将跟上来。8月份，乌克兰火烈鸟巡航导弹首次亮相，该导弹弹头重达1000公斤，射程达3000公里。俄罗斯90%的军工企业都在其射程之内。据乌克兰方面透露，该导弹已经实现量产。乌克兰现在的无人机群攻击覆盖程度仅仅是一些能源基础设施。一旦这种更强大的远程导弹加入攻击体系，有军事专家的预测，运用得当，它能摧毁俄罗斯的武器制造设备。过去，普京一直以启动核武器相要挟，不让乌克兰使用美欧的远程武器，可见克里姆林宫对远程导弹的忌惮。但现在乌克兰可以自主生产，普京恐怕要睡不着觉了。乌俄战争之前，克里姆林宫从未想过炮弹在自己领土上满地开花。俄罗斯的精英们相信，俄罗斯广袤的领土将保证他们的安全。但时代变了，基辅这次给他们上了一课，领土越大就意味着俄罗斯防空网要铺得越大。显然，在乌俄战场损失巨大的俄罗斯，面对乌军针对其境内的深度打击，已经束手无策。普京曾想着通过持续轰炸乌克兰，消耗乌克兰的国力，从而逼迫基辅和欧美就范。但普京和他的参谋们低估了一个民族面对侵略战争时的韧性。乌克兰人不仅顶住了俄罗斯的侵略，还在持续抵抗中站了起来。被拖入战争泥潭的反而变成了俄罗斯。莫斯科再密集的防空系统也挡不住乌克兰人民打败侵略者的决心，因为正义站在乌克兰人民一边。这不，有人给普京送大导弹了。捷克人民给普京众筹了一份礼物。据欧洲媒体报道，捷克境内一个志愿组织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筹集到一笔款项，用于购买1颗火烈鸟导弹。这个组织的名称就叫送给普京的礼物。该组织仅仅用了不到48小时就完成众筹目标60万美元。组织者表示，原本计划是在1周内实现众筹目标，但没想到大家对支持乌克兰如此热情，不到2天就完成了目标。接下来，众筹的导弹将移交给乌克兰武装部队，由他们决定它的使用日期和目标。志愿组织将这颗导弹命名为 DANA-1， 以纪念一位捷克的核物理学家。据众筹活动的组织者介绍，接下来他们还将与导弹制造商 Firepoint 举行会谈。具体内容现在还不能公布，但会给参与该导弹制造的人一个大惊喜。乌俄战争以来，给乌克兰捐款的组织和个人不计其数，但玩出这么大花样的，这还是第一个。今年以来，该组织已经数次给乌克兰捐赠武器装备。3月份，他们送了15套 M22 反无人机系统。7月份，他们筹集了280万美元，给乌军买了6门榴弹炮。8月份，他们又为乌克兰某军事飞行学院筹集了5架 Auto NG 教练机。在火力军看来，这就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如果普京知道有人给他准备这么大个礼物，会不会坐立不安呢？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虽然由于一些程序问题，乌克兰仍未加入欧盟，但他与欧洲国家越来越像一家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泽连斯基也愈发与欧盟走在一起。最新的消息显示，泽连斯基正在与欧盟共同商谈停火与战后重建。特朗普再次上台后，与普京频繁互动，试图摆脱乌克兰和欧洲，私下就乌俄战场达成和解。无论是欧盟还是乌克兰，对于美俄这种行为都很愤慨。
因此，为了掌握主动权，发出欧洲自己的声音，在白宫与克里姆林宫眉来眼去的时候，欧盟就开始牵头乌克兰提出自己的和平方案。欧洲版和平方案就此出炉。据自由欧洲电台披露，欧洲版和平计划分为2部分，先停火再谈判。这份名为《乌克兰和平之路要素》的文件中，欧洲提出了12点和平方案。首先是停火阶段，第一，启动停火，双方正式接受该计划后，24小时内停止一切战斗行动。第二，冻结战线，战线将冻结在停火那一刻。第三，停火机制由美国主导，使用卫星、无人机以及其他技术手段开展停火监督工作。第四，互不攻击，乌俄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双方不得试图夺取新领土。第五，扎波罗热核电站交由未指明的第三方托管，之后启动谈判，谈判将其归还给乌克兰控制。第六，建立信任机制，放松对俄制裁，商定一个日期，当停火持续到该日期后，可以放松对俄制裁，并允许俄罗斯加入国际组织。第七，建立和平委员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担任和平委员会主席，主持监督和平计划的实施。第八，最终接触线，确定最终的临时接触线，在达成被占领地区治理方案前，该接触线保持不变，并沿接触线建立非军事区，由多国特派团监督。在谈判阶段，首先建立乌俄高层对话，增进乌俄双方对语言、文化和宗教多样性的相互理解与尊重，并被就占领地永久管理权展开谈判。有参与会议的官员透露，许多欧洲国家并不赞成这一条，他们认为乌克兰不应放弃任何领土。当然，还有重建资金机制，以及预防未来的战争，建立乌克兰重建基金会。被冻结的俄罗斯海外资产是基金会的资源来源之一。如果俄罗斯再次袭击乌克兰，所有对俄制裁和孤立措施将自动恢复。以上就是欧洲版的和平方案。不过在火力军看来，与过去3年多来出现的多个和平方案一样，它根本无法实施。它看似照顾了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部分诉求，但实际上交战双方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不可能接受。核心问题还是在领土上，基辅不可能接受任何有丢失领土风险的条款，而俄罗斯也不会甘心在目前的战线上停火。8月份的时候，曾有匿名消息从克里姆林宫传出，普京的停火方案是乌克兰不仅要从顿巴斯地区把军队全部撤出，还要保证不能加入北约。同时，俄方还不接受美欧在乌克兰境内部署任何维和部队。而泽连斯基在很早之前就提出过乌方的停火条件，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俄军要从乌克兰全面撤出，恢复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前的乌俄边境，且要建立机制，保障乌克兰免遭俄罗斯再次侵略。可以说，双方根本不在一个频道，更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那泽连斯基与欧盟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制定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和平方案？火力军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个态度。特朗普想要撇开欧洲和乌克兰，与普京和谈。除了冻结战线，特朗普有更详细的执行细节吗？没有，那欧洲就按照特朗普的核心诉求做一个，把特朗普高高捧到盟主的位置上。但这个协议又是普京无法接受的，让特朗普与普京谈，谈崩了，特朗普自然就会知道普京没有和谈的诚意，想让普京回到谈判桌，只能一路强硬到底。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个阳谋。其实欧洲政客已经摸清了特朗普的脾气，谁不听他的话，他必然要立即报复。之前普京不接受他的停火条件，他就立即加大了对俄能源制裁。如今白宫的制裁已经起效果了。近日，波罗的海上一艘俄罗斯油轮突然调转航向。据彭博社报道，这艘装载了73万桶乌拉尔原油的油轮，原本的目的地是印度。由于此前美国宣布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实施制裁，制裁要求所有与这2家公司有关的贸易必须在限定日期内停止。而这艘属于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油轮已经被列入黑名单。德国和丹麦目前正在加强检查，以防止装载俄罗斯原油的船只通过欧洲水域。印度是俄罗斯最大的买家之一，美国最新的制裁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阻止印俄之间的石油交易，以惩罚俄罗斯。当前，印度最大的石油进口商信实集团已经宣布遵守制裁规定，停止购买俄罗斯原油。没有了印度这么一个大客户，俄罗斯得伤筋动骨。不过，美国制裁的长期效果还得持续观察。毕竟印度人为贪便宜，说不定会钻什么漏洞。除了制裁，乌军无人机也在袭击俄炼油厂，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乌克兰军工能力强力恢复之下，克里姆林宫还能坚持多久？乌克兰摧毁俄罗斯能源基础的努力还在进行中。据俄罗斯媒体奥斯特报道，10月29日夜间，乌军再次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夜之间，俄罗斯遍地开花，到处都是爆炸声，3座主要能源设施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无情打击。俄罗斯中部乌里扬诺夫斯克州的诺沃帕斯科耶炼油厂在一阵爆炸声后冒出浓烟，当地官员证实了此次袭击，并强调无人机被拦截，是无人机碎片引发了火灾。
但当地居民的报告却显示，他们至少听到了5到8次的爆炸声。后续的消息证实，不仅炼油厂本身被炸，其附近的石油码头也遭到袭击，现场发生了无法掩盖的严重火灾。据悉，该炼油厂的年产能约为60万吨，主要生产石油、柴油和燃料油，是普京战争机器的重要供应商。里海与黑海的分水岭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布登诺夫斯克也发生了爆炸。据报道，无人机袭击了卢克石油公司的化工厂。该工厂虽然定位是民用，但它是俄罗斯最大的聚乙烯生产商之一。聚乙烯被广泛用于军事用途，是无人机、导弹和电子战系统的重要原材料。和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州长一样，当地官员宣称袭击已经被电子战和防空系统挫败，但是袭击发生后不久，事发地点就出现了火焰和浓烟。莫斯科以东马里埃尔地区，年炼油量达125万吨的马里斯克炼油厂也遭到袭击。据了解，几天前，俄罗斯第4大炼油厂梁赞炼油厂也在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下趴窝了。该炼油厂的主要原油蒸馏装置已停止运营。乌克兰的袭击目标很明确，就是瞄准俄罗斯的能源设施进行定点轰炸，持续摧毁俄罗斯的战争能力。效果怎么样呢？火力军认为，从当地官员的反应就能看出来了。乌军连续的袭击已经让他们疲于奔命，2个州长都强行否认，可见克宫已经对各地下了命令，必须报喜不报忧。不久前，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为了维护局面，对外宣称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能成功命中目标的不足1%。或许这些官员是为了对上官制定的目标，这掩耳盗铃的方式很俄罗斯。不过绍伊古不承认乌克兰空袭就不存在吗？俄罗斯的官僚系统真的能对乌克兰空袭熟视无睹吗？很明显不行。制裁加上乌军的空袭，俄罗斯面临的困境越来越大。相比之下，特朗普已经重回制裁俄罗斯的正确道路上。对于乌克兰来说，更让人振奋的消息是，美国政府正在筹集资金为乌克兰购买武器。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方面正在筹集120亿至150亿美元为乌克兰买武器。至于具体计划，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表示，美国在欧洲大陆的盟友应该加快步伐支持乌克兰。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很兴奋，但转念一想就知道，特朗普要筹集的100多亿资金来源依旧是欧洲。跟之前一样，特朗普要让欧洲国家花钱买美国的武器。这样，特朗普不仅完成了队伍军援，还不用美国政府出钱，直接赢了2次。不过还是那句话，不管怎么说，对于乌克兰来说，武器不嫌多，打败俄罗斯侵略者才是关键。不得不说 ，POIO 计划的确是个好东西。乌克兰负责编制最需要的武器清单，欧洲盟友负责出钱。为确保武器供应稳定，必须保证所有合作伙伴定期出资，并实现每月约10亿美元的资金目标。武器购买速度也很快 ，POIO 简化了行政程序，通过北约进行集中协调，提高了效率，同时减少了官僚作风和重复工作。该计划使北约成员国和美国能够迅速响应前线需求，确保为乌克兰提供有效防御的关键系统。目前已有17个北约成员国加入，在盟友的支持下，乌克兰还能坚持很长时间。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欧洲版的和平方案可行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